新闻早知道，今天凌晨3点10分，我国北斗天文观察站传来一个好消息，3个月后将会有一颗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，这种机会1000年难得一见。100年难得一遇的洪水、地震，500年难得一见的流星雨，这又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小行星。现在新闻真是太夸张了。擦肩而过，不是直击太平洋，末日灾难的开始。活在新兵是一名重生者，前世我亲眼见证星系冲击太平洋，很想脱离寒潮冻结赤道、核辐射、洪水、丧尸，无数人死于非命，而我也在霍龙高原残喘2年后葬身鲨鱼之口。现在我重生回到了末日灾难的3个月前，并觉醒了能够改变命运的系统。这一世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不能再重蹈覆辙。逆天改命的第一步是拥有一艘1000吨级别的船，激活系统。秦老弟啊，以后这船就是你的了，合作愉快。谢谢赵老板。秦老弟啊，你买这艘货船是打算做船运生意吗？我用来住的。哈哈哈哈！秦老弟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既然你不说，那老哥我就不多问了。终于买到一艘船了，系统应该激活了吧？恭喜宿主成功拥有一艘船，末日生存系统激活成功。来了！系统主线任务启动，为了在末日生存，宿主需要从这艘船开始建造诺亚方舟。诺亚方舟，没错，前世无尽海水淹没一切，我需要一艘能抵御末日海啸的船。开始扫描数据，扫描完成。该船无法进行末日生存，请宿主尽快升级。系统提示：宿主每生存1天，根据宿主所做的事情，会得到相应生存点。每天中午12点结算前1天的生存点。这么看来，生存点就相当于现实中的金钱了。系统，打开个人属性面板。体力正常人都不如，末日来临，我这小身板怎么扛？看来以后得加强锻炼才行。打开任务栏，升船升到1级要10万生存点，末日来临前估计是凑不够了。不过升级任务显示，如果自己准备材料动手建造，可以节省很多生存点。船体、推进装置、辅助装置、西装全都要升级，看来得依靠现实中的材料和资金了。升级的事情需要好好规划，现在先上去看看船的情况。真是够破的，先检查下主机，船能不能动，全看它了。500匹马力，幸好老祖小马拉大车也只能在内河跑马了。65万能买到1000吨的船，已经不错了。师傅大哥，你别这样啊，怎么就萎了呢？系统刚激活船就趴窝，出师不利，发动机坏掉。这艘船连电都发不了，现在也没有生存点，岂不是啥都干不了？宿主，你可以领取新手大礼包。新手大礼包？你不早说！你也没问啊！快给我新手大礼包！丁，宿主已领取新手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强身健体大力丸10颗、印度神油1瓶、蓝色小药丸1瓶、200点生存点。大力丸、印度神油、蓝色小药丸，这都什么鬼？不会是假药吧？查看简历说明。强身健体大力丸、印度神油、蓝色小药丸。虽然名字听起来像假药，但是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！我现在体质这么差，先来一颗大力丸尝尝。大温脆，鸡肉味儿，浑身舒畅，这就是洗嘴拔脉的效果吗？系统，
打开个人属性面板，3属性已经翻了一番，比普通人高出1倍。有这样的身体素质，末日生存的几率又高了不少。这200点生存点能不能先升级这艘船的动力系统？什么？需要5000点？这也太贵了吧！看来我只能自己买一套动力系统了。船用发电机一般是2套主机和1套副光，1套日常用，1套备用。副机驻船时可以为其他电机生命供电，手机42000一套，2套84000，副机1套2万，总共10.4万几元。哎，买就买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系统，东西到了，帮我升级动力系统。正在为宿主升级呈现动力系统，10%、60%、90%。恭喜宿主船舱动力系统升级完成。搞定！副机的电量可以基本满足生活用电，但后面要加装冰库、种植区、生活区。副机的电量肯定不够，需要安装太阳能、风能发电。另外，手里的钱不多了，升级船舰要钱，买生活物资也要钱，得做好合理规划才行。果然，每生存1天，就算是吃饭睡觉，也会获得相应的生存点。经过这2天的结算，生存点已经有423点了。看看系统商城里能兑换点什么。系统打开商城，求生工具、药品、食物，这些可以在现实中花钱买，不用浪费生存点。技能和药剂都要上千起步，太贵了。生活型超级智能机器人，拥有高级智能 AI， 算力超强，身体强度高，力量大，专属能源盒，促销买1送1。我操嘞！还有这种好事啊！2个机器人帮忙做事，日常维护、清洁、建设、搬运，能省下不少功夫，简直是完美的劳动力。买，必须买！舰长您好，舰长您好，不错不错，以后你们就叫打工人1号和打工人2号。好的，舰长。打工人、打工魂、打工都是人上人，希望你们拼搏努力，无私奉献，24小时全年无休，不用发工资，完美。宿主注意，机器人为半成品，在遇到特殊条件下，会做出奇怪举动，请小心使用。本产品未经售出，概不退货。半成品，难怪打折促销，注意事项也不列清楚。系统，我要投诉。系统没有投诉功能。好吧，只要能用就行。打工人1号，你们应该懂设计船舰吧？我们拥有最先进、最全面的设计能力。太好了，那你们给诺亚方舟出一份设计图，核心需求就是安全，再能兼备舒适度就更好了。好的，舰长。仓库、食物储藏区、常温、保鲜、冷冻、杂物存放区、放置杂物、机库、可放置越野车、房车、直升机、摩托车、单车、大型制造床等。生活区处于舰岛下方，连接控制室，满足住宿、娱乐、种植。养殖区种植果蔬，饲养鸡鸭猪牛羊，自给自足。动力系统、发电系统，电能、风能、太阳能。我操，牛批啊！这300点生存点花的太值了，要是让我自己设计，头疼死也搞不定。就按照这个设计图，把所需的建造材料列出来。好的，舰长。接下来就是备好材料，按图改造，提高进度完成率，最后用生存点一键升级，就像帝国时代游戏，物资到位，金币升级。船体是基础，先升级船体，需要5500吨低合金高强度钢，还有龙骨和链接结构，需要部分特种调剂钢，一共要2200万。现在手中连20万都不到，2200万，简直天文数字，去哪里搞？要不卖掉一个机器人？不行，太高科技会引起轰动，到时候麻烦更大。要不卖大力丸？不过上门推销应该会被当成卖假药的抓起来吧？对呀，我可以薅网贷平台的羊毛啊！反正很快就是世界末日，也不用还债了，而且薅来的钱可以炒股，炒新特币。股票就是低买高卖，需要实时监控数据和对信息的筛选判断。人很难做到，但是智能 AI 可以。打工人1号、2号拥有远超这个时代的算法，让他们来操作，资产轻轻松松就能翻倍的涨。
还有星特币，现在的价格是2671 MB。要是有个超级矿机，一天挖上百个，不用多久就能凑齐2000万。而且超级矿机自己就有，还是2台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先好网带羊毛，超级初始资金，然后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152万，好野猫竟然一次性搞了152万，这些平台放贷可真豪爽，IPO这么多钱，爽！有了这笔钱，就能让智能机器人拿来炒股了。打工人2号，帮我炒股，实现资产翻倍，翻得越多越好。立即开始操作。好的，舰长。都是钱啊 ！MB 和 M 国股市的韭菜，超级机器人牛批！打工人1号，你就负责挖矿，挖星特币。星特币总量有限，用一般挖矿机耗费巨大，但打工人1号算力超强，能源自己，简直是完美矿工。现在开始挖矿吧！好的，舰长。万事俱备，只差钱到位，就看明天的了。打工人2号，调出账户信息。哇，去113万 MB， 一天之内盈利上百万！打工人2号，我愿称你为最强股神。113万 MB 换算成本国货币就是630万，630万，这么多钱，做梦都不敢想。而且有了这笔钱，就可以付定金，先让钢铁发货。从账户里先取80万 MB 出来，剩下的你继续操作。好的，舰长。喂，你好，我需要5500吨低合金高强度钢。对，我确定要2310万，没问题，我先付定金，请尽快安排发货。打开系统给我看看，你挖了多少矿？好的，舰长。101万枚，才不到1天时间，这速度太恐怖了。现在一枚星特币的价值是2710 MB。这么多星特币，总之惊人，一次性抛售肯定会导致币价崩盘，必须谨慎操作，分批出手，实现利益最大化。1号，多开通几个银行账户，在币价的最高点分批抛售星特币，套取资金。好的，舰长。只要操作得当，这就是我建造诺亚方舟的终极资金保障。舰长，所有抛售操作已完成，银行账户累计总收入50亿3000万 MB，50亿3000万 MB， 按汇率能换成300多亿本土货币，这下真的怎么花都花不完了。不过钱再多，末日来了也是废纸，必须尽快把它们花出去，变成诺亚方舟和物资。末日之中，粮食是重中之重。喂，我想采购大批粮食，主要是米面、罐头、压缩饼干、自热军粮、脱水蔬菜这些，每一种先来5吨。对了，还有酒水。喂，我想采购大功率发电机，风力的、太阳能的都要，还有大容量超锂流储电池。除了这些，还得买陆地载具，海啸退后要上岸找物资，房车、货车、越野车、雪地车、柴油、机油、果蔬种子、冷物制冷剂，这些都要买。等钢材到了，就升级船体，然后正式集装。开始结算生存点，宿主购买物品获得150生存点，宿主吃了早饭获得100生存点，宿主打扫货床卫生获得120点生存点。恭喜宿主总共结算430点生存点，当前生存点1644点。钢材和生存点都到了，系统，我要升级船体。检测到宿主自备材料，升级船体需要1000点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恭喜宿主船体升级成功。好科幻的船，这就是我的诺亚方舟，全部是按照设计图实现，简直完美无缺。系统，调取船体数据。诺亚方舟1级船体数据：总长151米，行宽25米，行深14米，满载吃水6.8 T。长度超过标准足球场，宽度堪比双向8车道，深度14米，相当于5层楼高。毫无疑问的钢铁巨兽，现在就差西装环节了。还从哪里开始呢？安装系统，仓库区、种植区、养殖区、生活区，这几个是重中之重。系统，查看升级任务列表。升级任务总体进度45%。完成度越高，
升级所需的生存点越少，现在要做的就是用钱和资源先把进度提上去。打工人1号，打工人2号，从现在起你们就是西装工人，按设计图施工，先去把仓库装修好。是舰长。24小时007工作制，效率超高，还不用发工资，简直是完美劳动力。现在去控制中心看看。现在材料和生存点都足够，可以先升级一波控制中心。丁普通航船控制中心升级为智能型控制中心，需要400点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我操，牛批啊！这一下就直观多了。你好，舰长，我是您的船舰智能助手小爱。当您需要我的时候，只要喊我的名字，我就出来了。我去，比打工人1号、2号还要高级。小爱，来首音乐听听。好的，舰长。动动嘴就能操控船舰，太爽了。不过升级船体和控制中心花了1400点生存点，只剩下244点，还是缺生存点啊。现在船体升级完成，接下来就该安防系统，这至关重要。在末日，没有武力就是待宰羔羊，必须升级安防系统。系统升级一套远、中、近3层火力网络的安防系统，需要多少生存点？单管130毫米水冷自行舰炮，多种智能炮弹，射程29.5公里。直接升级这套系统需5000生存点。备齐30吨各种合金钢材，仅需500点。5000点太贵了，还是购买钢材合适。喂，我还需要一批钢材。丁，开始结算生存点，本次共结算334点，当前生存点578点。够了，系统，我要升级安防系统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自备材料，升级智能安防系统需要花费50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一切恐惧都源于火力不足，有了这些，安全感倍增。丁，宿主升级了安防系统，解锁系统商城军火区，宿主可通过商城军火区用生存点购买各式火炮、枪械、弹药和兵种。1级诺亚方舟可解锁1级兵种，如1级特种兵、1级爆破兵等。军火区还能买兵种，太好了！系统，打开商场军火区。一颗普通子弹1生存点，一发炮弹30点。系统，你咋不去抢劫呢？1级兵种，特种兵、医疗兵、保卫兵，每个售价50生存点，这个还行。我现在有78点，只够买一个，买什么好呢？1级特种兵，擅长近战和枪械，就你了。舰长好，特种兵叶寸心前来报道。干练短发，瓜子脸，柳叶眉，肌肤白皙，身材高挑曼妙，气质英姿飒爽，眼神坚定。很好，小叶啊，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，我的兵了。是，舰长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当我的贴身保镖和秘书，负责保护我的安全。是，舰长，我将誓死护卫您的安全。丁，本次共结算620生存点，当前生存点12540点。1万多生存点了，不过诺亚方舟还未完善，需要最终升级，优化全舰能量和线路。系统，打开任务列表。升级任务总体进度95%，船体升级，船体已完成。推进装置升级，船舰动力系统已完成。辅助装置船舶电站已完成。副锅炉已完成，供电系统已完成，西装生活区已完成，仓库已完成，车库已完成，种植养殖区已完成，制造中心已完成，系统装置控制中心已完成，安防系统已完成。现在只剩细节改造，时间紧迫，时间用生存点升级。丁，总进度95%，全面升级诺亚方舟，需要3000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丁，升级完成，恭喜宿主完成诺亚方舟1级的建造，获得每日生存点翻倍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升级奖励大礼包1份，已放入系统空间。系统温馨提示：宿主完成诺亚方舟1级建造远不是终点，请继续努力升级船舰。宿主可以开始规划设计诺亚方舟2级船舰，以应对更大的灾难。每日生存点翻倍，还有奖励大礼包。
尽早升级诺亚方舟是对的。不过系统说的对，末日不止海啸淹没，还有核辐射、黄鼠、丧尸。诺亚方舟1级只是起点，还需要更强的船舰来应对未来。小叶，走，再去跟我巡视一遍各个区域。现在有种植区和养殖区，种植区的果树不仅能提供维生素，还能在蜜蜂时给整船供氧，只要能源不断，就能形成小生态圈。这丫头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是不是业余？要不把她炖了吧？距离末日到来只剩最后2天，这2天必须对诺亚方舟进行一次大检修和加固，提高灾难抵御能力。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一切数据正常，就是一个无聊的夜晚。我的姑奶奶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双中子星爆炸了！怎么了，小梁？这么晚了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情？许站长，好像出大事了！就在刚刚，收集到一段非常奇怪的引力波数据，双中子星好像出事了。首尔震动而已，不要大惊小怪。我这边还有事，等明天再说吧。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我没权限召集其他人，只能等明天了。感觉船身和甲板还得再稳固一点，才能应对未知的冲击。系统查看生存点。当前生存点22500。本来想攒着升级诺亚方舟2级，但越临近末日，心里就越觉得不够踏实。为了安心，还是再加固一下。系统，我要升级船身和甲板。丁，升级船身加固和钛合金层甲板，需要15000生存点。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升级完成，扣除15000生存点。当前生存点7500点。这钱花的值啊，相当于给整艘船都上了一层保险的乌龟壳，就算大海啸扑来，也足够扛住击打和炮飞。再加上全密封式船舰，还能短期潜水，不存在反腐风险。今天晚上末日就会来临，这一次有系统和诺亚方舟，一定能够生存下去。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就是天文观测站的护卫观测区了。在我旁边的是天文观测站的许站长。小行星就要出现了，已经晚了3分钟，按照移动速度应该相差不到10秒才对，怎么会慢这么多？哦，来了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它怎么是垂直落下来的？末日降临。说我地震要来了！这里是那个航道，都有如此强力地震，其他地方该是何等山崩地裂的景象。小艾，打开监控画面。好的，舰长，小艾为您打开监控画面。好可怕，这就是大海啸吗？不是，这只是地震余波掀起的巨浪而已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小行星撞击海洋，杀气蘑菇云，庞大的力量扩散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大海啸。大海啸就要来了，抓稳！报告舰长，船锚已被迫脱离。船锚顶不住，意味着诺亚方舟将要开始在水上漂流了。但好在诺亚方舟外侧是钛合金船体，全封闭式，能短期潜水，不存在反腐风险。小艾，检查船舱有无海水灌进来。好的，舰长，船舱数据一切正常，没有发现海水淹没。现在只能等力量减缓了。平复下来了，小艾，启动主机，开足马力，看看能不能控制推进方向。是，舰长，主机已经启动，驱动系统一切正常，可以正常航行。很好，释放水下雷达，打开红外监测，检查附近是否存在危险。舰长，检测完毕，附近没有大型物体和生物，无其他生命体威胁。安全了。舰长，我们安全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末日之后的世界。这就是末世。末日中新生，诺亚方舟扛过了大海啸，这一世即便是末日，我也能过得很好。舰长，我们现在正在往哪里移动？这个要唤醒机器人才知道，他们记录运行轨迹，能推测出大概位置。小艾，是，舰长。唤醒2个打工人，让他们过来。小艾已唤醒打工人。1号，报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。我们这是在沙漠边缘，这可是海平面3-4千米的高原啊！淹没期长达1个月，海水会陆续退回，显露出陆地。高原最能明显感受水位下降，真是不可思议。1号，现在气温多少？报告舰长，15摄氏度，还不算低，等气候正常，0下30度都是常态。小艾，检查一下各功能区域。好的，舰长。
电路管道各功能区全部正常，2门舰炮、近防炮、高射机枪全部保存良好，甲板有碰撞痕迹，出现浅凹痕，无严重破损。船身前方右侧被撞击，出现直径2米的凹痕，宽度大，撞击深度不深。诺亚方舟是生存根本。系统，我要修复诺亚方舟船体。修复船体需耗费2000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修复。确认修复。船体修复成功，扣除2000生存点，当前生存点5960。诺亚方舟升到1级后，生存点翻倍。要是提升到2级，会不会再翻倍？对了，还有诺亚方舟升到1级的奖励大礼包。系统，开启大礼包。奖励大礼包已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强化药剂1瓶，恭喜宿主获得2000生存点，恭喜宿主获得金属物资卡1张。强化药剂，全面强化体质，物资卡可兑换10吨指定技术材料，都是好东西啊。浑身暖洋洋，像泡温泉一样舒服。系统，打开个人属性面板。平兵力量30正常人时，敏捷30正常人时，体质30正常人时，拥有技能5，生存点7960点，3属性都提升到了10点，30点，这已经是特种兵的兵王水平了。还有7星多生存点，现在诺亚方舟在海上飘荡，人手不够肯定不行，是时候增加守备力量了。系统，打开商城军火区。还有组合军种。特战小队、野魅小队、刺玫瑰小队、血凤凰小队，小组购买需要350生存点1队，单买贵1半，配合默契，战力值更强。值。系统，购买擅长侦察的夜魅小队和擅长狙击的血凤凰小队。丁，购买成功，已扣除700生存点。舰长好。队长出列。你们以后率队守备诺亚方舟，2人一组，轮流值守。以防有人靠近。是，舰长。他叫叶存希，是你们的直属上司，以后叫他大队长。大队长好。你们2个小队以后归我管理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除了服从还是服从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小叶，看得不错，挺有范儿啊。舰长，我没经验呀。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，只要你用心，以后肯定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。以后他们就是诺亚方舟的骨干，100%忠诚，能牢牢掌握权力。小艾，跟着退潮方向，我们往东南出发，航速保持15节。是，舰长。东南方向已规划好路径，现在开始航行。舰长，雷达探测前方20公里，发现一个大型物体。1级戒备，过去看看。是，舰长。这些尸体堆积，我去亲眼看看。舰长，前面有状况。我看到了，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打捞1具尸体上来。是。被人一刀封喉，再捞几具。这么多尸体，像是某艘船解体后散落的，怎么全被一刀封喉了？报告，这个人好像还有气息。再吃点就凉了，他可能知道真相。蓝色小药丸，极品急救药，生化试试效果。小心！小心什么？把他抬去医疗室输液治疗，让他尽快清醒。是，舰长。他似乎在给我们传递警告。方圆20公里内，就只有雷达上的目标，很可能与之有关。我们距离目标只剩7、8公里，但海雾太大，看不清。停止前进，1级警备，全体打起12分的精神，等到少年醒来，管听警报再行动。是。末日里必须谨慎，我们住在了活到最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在警告什么？没搞清楚前，绝不能妄动。罗哥，他们回来了，让他们冷静。是，老大，任务已完成。很好，看着。老大，刚刚还发现一件事。快艇上的无线电接收器检测到前面有一艘战舰发出无线电信号，距离不远。好，有人就有粮食。对，老大，我们去把这个目标劫了吧。用老办法。明白。木马计，先伪装求救，登船后立即动手。把人带上来。你们干什么？臭娘们儿！再喊一句，老子扔你去喂鱼！都听老子指挥，谁乱来，老子先毙了他！老大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舰长，有2艘小船，上面好像是难民。小安，2艘小艇后面那个目标有没有移动？舰长，后面目标正在移动，速度约10节，向我们驶来。果然有诈啊！难道他们不是难民？他们开着求救小艇，但后面还有一艘能移动的大船。既有大船，何必派小艇冒险求救？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先进雷达，以为我们发现不了后面跟踪的大船。舰长，你是说快艇上会有图谋不轨的人？对，海里那些尸体死于刀伤，
并非海啸所致。自己势力只有他们一个目标，不是他们干的还能是谁？那怎么处理？上面好像还有不少女人，可能是无辜平民。2艘小艇全部击沉。是。在末日，安全就是最高准则，无法辨别敌我，就不能让任何潜在威胁靠近。前世的教训铭记于心。小艾，准备发射，目标那2艘快艇。好的，舰长，计算路径成功，准备发射。五哥，他们是不是没打算出来救人啊？嘿嘿嘿，人性都是软弱的，我就不信他们会见死不救。我操！妈呀，五哥，那是什么家伙？炮！箭炮啊！跑！快跑！快掉头！还真的开炮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爆炸声？嘿嘿，可能是五哥已经动用火箭弹了吧？希望如此。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，不管快艇上是什么人，一炮解决，1两百两，最是安全。舰长，救上来的那个人意识已经清醒。走，过去看看。你是谁？来自什么船？我叫于杰，是雇佣兵，跟我大哥黑龙在游轮上执行护卫任务，结果海啸冲击游轮，毒贩伪装成难民求救，登船后控制游轮大肆屠杀，我侥幸乘救生船逃离，却被火箭筒打中。那一艘游轮有多大？1吨级游轮，总长是140米，宽18米，总共有5层。海水退去后，还有大寒潮、全球冰封以及其他危险。我不仅要升级诺亚方舟，还要围绕诺亚方舟打造一个海上基地，1吨级别的游轮。不管是存放物资，还是打造堡垒，后勤基地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多多益善。既然如此，那这艘游轮我抢定了。小叶，有1人看守，通知其余特战队员甲板集合。是。我现在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，在我们前方有一艘游轮，上面有毒贩。这次任务是击毙毒贩，把游轮控制权夺回来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本次行动总指挥是叶存心，现场指挥是叶兰。稍后叶存心会告知你们游轮具体情况，你们要尽快拟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。是。拟定完作战计划需要什么装备，尽管提。是。你们可以准备出发了。是，舰长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。好，我现在打开侧舱门。侧舱门已开。小艾，靠过去，靠近游轮，保持800米距离，强光探照灯全开。是，舰长。果然是战舰，找了他们。这是什么船？现在管他是什么船，他们已经找上门来了，只有拿家伙跟他们干。干！他们可是有大炮啊！他娘的，信不信老子就毙了你？大炮又怎么样？不管谁敢上船，老子就把他打成马蜂窝！我操，这是什么灯光？去把他们的灯打掉！螳臂当车，这点火力也敢向我开火？小艾，打开高射机枪反击。是，舰长。好恐怖的火力，还有高射机炮！峰哥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呀？对方火力太强了。他没有使用舰炮打沉游轮，肯定是想得到这艘游轮。开船，主动靠过去，只要他不开舰炮，我们就能找机会跳船过去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老大小心，要！走，下去，拿枪，走前面。有埋伏！直接火力碾压！这群人到底是谁？
火力这么猛，我尼玛，这是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兵啊！还能不能玩了？太欺负人了吧！别浪费子弹了，直接扬了他吧。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我不是毒贩，别杀我呀！船上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毒贩？没了，只剩下10几个人质，毒贩都被你们打死了。我真的不是毒贩呀！跟毒贩混在一起，就算不是毒贩，也不是好东西，不能留。2人一组，分开搜索，务必排除所有威胁。是，大队长。舰长，特战小队任务完成。我们已完全掌握这艘游轮，做得不错。舰长，我们发现了15个平民人质，怎么处理？我过去看看，或许那群人就是于姐说的科学家师生们，正是我们缺少的人才。是。你们是谁？是来救我们的吗？不一定，看你们有没有价值。具体怎么处理你们，等舰长来了再说。舰长是舰长。舰长，你们谁是陆启明？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果然是于姐说的那位知名物理学家，以后升级诺亚方舟少不了他们处理。叶兰，去把他们的绳索都解开吧。多谢主啊，舰长。陆老先生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，如果你们不是科学家，我会毫不犹豫把你们扔进海里。毕竟我的舰队不养闲人。但既然你们都是科学家，我不杀你们，还可以给你们提供武力庇护和粮食，那你们也需要替我卖命做事。胆敢拒绝，就直接突突了，不能为我所用，留着也是祸患。我愿意为舰长效劳。你们呢？愿为舰长效劳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我舰队的人了。叶兰，把他们先带去诺亚方舟上安顿，我先把这艘游轮全部检查一遍。是，舰长。得让机器人彻底检查这艘船的结构和安全隐患，装上全新监控，再接入小爱管理，这样才能算完全掌控。小叶，你带着其他人和2个机器人检查船只受损情况，安置新的监控系统和接入小爱管理，再用合金锁链把船和诺亚方舟连接起来。还有游轮的控制中心，除了你我之外，不能让任何其他人进入。是，舰长。我的天哪，这船看着好科幻呐！天哪，那是舰炮，130毫米自行舰炮，集成系统相当先进。这个舰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神秘而强大。叶兰小姐，请问这艘船叫什么？诺亚方舟。诺亚方舟，末日救世之船。诺亚方舟内如果没有舰长允许，不可以擅自乱闯。要是被安防系统打死，那就怪不得别人。是，我们都会牢记。我带你们去船舱，今晚你们就在船舱休息，等候通知。您好，可以给我们一点吃的吗？我们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。已经有人去领食物了，你们等一下。好，太感谢您了。舰长说了，每人1块压缩饼干，1份自热军粮，1份水果罐头，1瓶全面维生素片。我操，待遇这么好吗？物资也太齐全了吧！你们排队过来领取食物。舰长待我们不薄啊，估计把最好吃的都拿给我们了。他在笑什么？哎，这水好干净啊，完全没有异味。这是反渗透膜净水系统。什么？船上装着反渗透膜净水系统？反渗透膜是最高效的海水淡化技术之一，就算核辐射污染，也能去除99%。一片反渗透膜100万起步啊！这简直太奢侈了。末日里还能喝上纯净水，这个舰长真是神人，佩服。不错，没一个人睡懒觉。应该的，我们受舰长大恩，不能偷懒，跟随这个神秘舰长，才有机会在末日活下去。我老陆学术实力过硬，人品也过硬，定当涌泉相报。既然都起床了，那就过来领取洗漱用品和早餐。竟然还有早餐？怎么，你们之前没早餐吃吗？这话说的好像本该有一样。等下吃完早餐，你们还有任务，舰长会亲自安排你工作。是。舰长好。舰长好。你们现在是我舰队的一份子，那就服从命令，服从指挥。今天还有一件事，让你们和这2个机器人去做。机器人？你们好，我是打工人1号，我是打工人2号。我的天哪，还真是机器人！舰长大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难道是外星人？你们不用管机器人是怎么来的，只要知道他们可以24小时不停的工作，协助你们改造这艘游轮。舰长大人，您要改造游轮，改成什么？改造成科研基地。什么？科研基地？下一级的诺亚方舟需要2万吨重核动力全电力推进系统，如果没有技术，靠生存点升级需要20万点。
如果能研发出核动力试验机，只需要1万年就能搞定。建造科研基地势在必行，不仅是为了节省生存点，也是为了应对未来的各种灾难。升级物资、建造火力堡垒、后期保障基地，都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。这艘游轮就是未来的科研心脏，你们愿与我一起在末日中开创未来吗？愿意，舰长，我陆启明愿效犬马之劳。愿意，我们愿意。资料、能源、人手总算初步齐备了。有了这个科研基地，下一步诺亚方舟的升级计划就有了坚实的技术后盾。末日生存不仅仅是活着，更要掌握重建文明的火种。舰长，游轮5层已经全部改造完毕，除机舱外，每一层都对应一个实验室，规划为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机械电子和农学。水电系统接入海水淡化和反渗透净水器也已经改造完毕，生活区也已经完善。你们以后住在这里，实验室材料和设备、电脑全部用最高配置，大型计算机可以用打工人1号、2号，需要其余设备就交给制造中心加工零件部组装。是，舰长，我们一定不负厚望，竭力科研。好，人类以后的科学发展就靠诸位了。又地震了！你们看，天上是什么？是火山灰，小行星撞击引动火山集体喷发，天空凝聚大量火山灰，现在开始坠落了。火山灰落下，海水加速退却，寒流席卷，气温骤降到零下30度，全球即将进入冰冻期。所有人进入船舱。小艾，缩紧诺亚方舟和游轮的船舱距离，关闭所有窗户。好的，舰长。别在这站着了，估计1-2天内结束不了，都去诺亚方舟生活区1层自由活动吧。小叶，带他们去玩一下吧，辛苦了半个月，该缓缓了。这里是生活区1层，5个功能区分布在过道2侧，电子游戏厅、室内温泉桑拿、多功能运动健身、家庭影院、卡牌休闲区，项目齐全。你们喜欢哪个，自己去体验。哇，这么多娱乐设施，这是末日生存还是旅游度假呀？太不可思议了！绿色蔬菜，竟然是绿色蔬菜！末日里竟然还有新鲜的蔬菜！酱肘子、梅菜、烤肉、水煮牛肉，就这条件，给舰长卖命都值。诺亚方舟的生活太美好了。舰长，都吃饭吧。火山灰停了。舰长，海下声纳有反应，前方5海里处有许多大型物体。是活物吗？不是，没有移动迹象，不是活物。靠过去看看，用海底探测仪。是，舰长，已释放海底探测仪。是一座城市，我们的下方是一座城市啊！小艾，往下探。是，舰长。小艾，报告当前位置，这里是哪座城市？舰长，我们目前所处位置在荣城。荣城，曾拥有1600万人口的西南大城，如今竟然变成了海底废墟。这座大城物资丰富，可现在都没用了，被淹大半个月，粮食、药品全被污染。哎，或许还有一种物资保存比较完好。什么东西？军工武器。荣城是我国腹地大后方，周围有不少军工企业，武器军械不易被海水泡坏，应该还能用。不错，我们可以进去看看。要是能找到坦克、步战车、武装直升机就更好了。小艾，搜索最近的军工厂位置。舰长，位置已确定，距离10海里，现在前往吗？对，过去看看。舰长，我们已到达目的地，距离地面厂房1810米。1810米，水太深，水压太大，人体无法承受。这里是山坳，四周是高山，海水席卷时，里面东西可能被冲到山上。对，如果有物品被冲走，没被卷走，肯定在山上。小艾，往来的方向返回，在岸边山头搜索。是，舰长。舰长，前方山头出现金属反光，用探测仪查看。是重型突击步战车，真找到了，还是5辆步兵战车。这才是真正的军械，有了它们，退潮后探索陆地，寻找物资就安全了。大口径火炮面前，什么危险都能轰成渣。小艾，步战车距离海面多远距离？舰长，315米。好，夜魅小队和血凤凰小队潜下水去，用钩子扣住战车，扣好后用吊机拉上来。部分男同学乘小艇在中间协助。是。小叶，启动吊机拉起来。收到。小叶，把步战车放到甲板上。是。军用步战车可真帅呀！
怎么回事？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小艾，用探测仪查看。是，舰长。这是鲤鱼变异了吗？难道是出现的新物种？应该是末日降临，引发了鲤鱼的基因突变，让它变得更加有生存能力，同时也更加凶悍起来。需要 DNA 检测和对比才能确定。小叶，水里出现怪鱼，具有攻击性，让所有人先回到船上。收到。哦，快看！好多的怪鱼啊！老宋，这些鱼会吃人吗？能长出这么锋利的牙齿，你以为只是摆设吗？生物器官进化都是有目的的，这些家伙肯定吃人啊！不能让他靠近船舰。小艾，打开所有武器，向鱼群开炮。是，舰长。开火！诺亚方舟，好强！是啊，能待在这里，有强大的武力保障，这里才是末日里最安全的地方了。子弹一生存点一发，舰炮一响更是几十上百点，这可都是生存点啊！宿主购买弹药扣除5000生存点，当前生存点6800点。小艾，机炮和高射机枪采用顶射方式，打准一点。是，舰长。老松啊，这些怪鱼到底是基因突变的进化物种，还是大海啸引出的地下河新物种啊？现在还很难判断，它们和鲤鱼长得太像，得仔细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。等下捞几条，你们带回科研基地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好。小叶，现在危机暂时解除，下面的4辆布展车还要继续打捞，你们动作要快，不能拖延。打捞完我们就撤。收到。总算搞定了，有了他们，陆地探索能力大增。舰长，水底声呐和生命探测仪探测到水下有一条大裂缝，里面有强烈生命波动。大裂缝？里面还有生命？是的，舰长，按回传的数据，在分析裂缝形状，大概率是由于地震原因产生的地裂，在裂缝中有强烈生命波动。这条裂缝有多深？能不能探测清楚里面的情况？舰长，声呐有足够长的探测距离，根据声波回传数据，裂缝深度有8500米，但无法查明里面有什么生命体。8500米，一震竟能震出如此深渊，下面的生命波动难道和怪鱼有关？小艾，把位置记录一下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好的，舰长。等潮退后，或许还有机会一探究竟。这末日后的世界隐藏着太多秘密。老胡，布阵车已经打捞上来了，你是机器电子专家，检修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我让2个机器人来协助你，他们可以把战车扫描成3D 模型，应该对你有帮助。那再好不过，如果有3D 模型，可以加快我对布展车的了解。
步战车有了，还缺驾驶员和战斗人员。2队女兵是禁卫，需要新的突击力量。系统打开商城军火区，筛选男性特战小队。黑狼特别突击队，收割者行动小组，综合实力靠前，每队5人，450生存点。虽然贵点，但成员都会驾驶步战车，可以买。黑狼特别突击队收割者行动小组购买成功。队长好，队长出列。不错，都是硬汉，看来能担当重任。现在给你们分配任务，孤狼，你先带人去帮老胡检修步战车，尽快把步战车检修完，恢复使用。没问题，步战车我熟悉。步战车在极寒环境下非常有用，大推车结束，大陆露出水面，冰封万里。步战车就是强有力的陆地交通工具。李英，你带人去帮教授们搬运设备。科研游轮上每个实验缺乏的设备都需要补充完成。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诺亚方舟2级现在也该正式规划一下了。诺亚方舟2级要求2万吨船重，核动力，全电力推进系统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诺亚方舟还更大、更快、坚固，火力更强才行。原有功能区也需要扩展，仓库、车库、机库、弹仓都有扩充，还要新增导弹垂发系统，进行远程打击。另外，火箭还需要破冰传统加破冰刀，应对后续出现的小型冰块、冰山。系统调出诺亚方舟2级任务列表。诺亚方舟2级整体数据：总长230米，行宽35米，行深22米，满载批准10公里。任务总体进度10%。未完成，核动力未完成。预装置船舶核能电站未完成，蒸汽锅炉未完成。装生活区未完成，导弹垂发系统未完成，扩大仓库未完成。体育装置智能控制中心未完成。先升级船体现有动力不足，先升级核动力空间不足，所以船体和核动力必须同时升级，这就需要大量钢材，先制造核动力核心部件，才能节省生存点。舰长，科研游轮上的松庆生先生要与您视频连线。松庆生是生物学家，最近研究怪鱼，难道有成果了？接入。舰长，关于怪鱼的研究，我有重大发现，您过来一趟，我亲自向您演示和汇报。关于怪鱼的出现，之前猜测是环境造成鲤鱼基因突变，或是地底新物种。看来松庆生真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说说吧，有什么重大发现，让你这么激动？舰长，我们之前猜测这些怪鱼是基因突变，或者是地下新物种，其实都不是。都不是？那是什么？是病毒体。我来亲自给您演示，舰长您请看，这是怪鱼的肉，纤维化程度更高。怎么回事？它们天生这样？不是，因为它们体内有一种未知病毒，导致了纤维化。它们的血液里存在我从未发现的生物病毒，我暂且称它为 Z 病毒。你是说怪鱼的形成和出现都和这病毒有关？对，病毒寄生繁殖，产生特殊物质，让血肉变化，激发潜力和力量，但同时也让肌肉纤维化，而纤维化程度越高，鱼鳞、鱼皮、鱼肉硬度越强。这3条怪鱼纤维化程度不同，身躯硬度也不同。除了纤维化 ，Z 病毒不断分泌物质，改变生物生长基因，导致躯体变大，牙齿更锋利。你是说这些怪鱼可能就是鲤鱼，只是外形因 Z 病毒改变了？不错，等 DNA 鉴定机制造出来，拿到 DNA 序列，若与正常鲤鱼序列大体一样，就能证实。难道前世那些疯狂老鼠、可怕丧尸怪物都因为这病毒
这种 Z 病毒有什么特性？有没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？世上有矛便有盾，但现在设备缺乏，环境不便深入研究，起码要达到生物实验室 P4 级别标准才行。先研究出 Z 病毒序列和特性，才可能制造疫苗。不过，我测试了病毒物理特性，得到惊人结论。什么结论？病毒分泌的物质在零下30度还能保持活跃，高温要达到60度以上才能杀死，也就是传统的杀菌法无效。目前确认，病毒离开载体后无法存活超过10秒，但如果 Z 病毒存在血肉中，就能通过特殊物质让血肉在低温中产生热能，持续存活，并依靠生物能量增长。这冰柜是零下20度的极冻柜，外域境未被完全冻结，病毒产生热量，不可思议，超出认知。前世寒潮中爆发的巨大怪兽和丧尸很可能与此有关。设备我让他们优先给你补充，你要尽快研究出抵制 Z 病毒的方法，注意一定不能让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。舰长放心，我已经给实验室设置了3层保险，如果设备齐全，有 DNA 检测仪器，我就能制造抗体血清。虽然拥有抗体血清也不一定能完全免疫，但能维持较长免疫时间。好，舰长，发现一个无线电信号。无线电信号，距离多远？东南方向，大约30公里。知道信号传播的什么内容吗？是一组向外求援的信号，主要有 M 语和 H 语2种语言。信号内容是：请问附近有没有人？我们现在紧缺粮食，请求帮助。小艾，接入他们的信号，询问他们是谁，有多少人。好的，舰长，信号已发送。舰长，收到回信，他们是 H 国人，一共有3人，他们在询问我们的方位距离。是不是3个人都不好说 ，H 国最信不过，不用管他们，全速前进，然后召集黑狼、收割者小队前往甲板集合。是，舰长。裴长官，那个信号没有回复。他们如果过来，先派3个人在船头假装呼救，等他们放松警惕靠近，再动手。他们拥有无线电，肯定是艘大船，说不定有粮食和淡水。我们要把他们的粮食、淡水，还有他们的船都抢过来。是，裴长官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人拿上家伙集合。兄弟们，过不了多久，前方可能出现一艘船，上面有食物和物资。现在是末日，为了活下去，请放下心里的道德感，抢掉他们的物资，我们才能继续航行。我相信各位也不想死在这里。抢不到他们！裴长官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很好，等一下听我安排，3个人去船头迷惑，其他人躲船舱，船只一靠近就冲出去抢船。听裴长官的，听裴长官的。这么大一艘海警船，竟然说只有3人，骗鬼呢！小艾，靠过去，距离控制在800米，让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。黑狼收割者小队随时等候命令出发。是，舰长。好科幻的舰船，肯定装了好东西，有粮食和物资。做好准备，等他们靠近，立刻动手。裴长官，我感觉这艘船很不简单呐。金俊浩，你这时候怯弱了。舰长，诺亚方舟距离目标800米。开始行动，尽快上船。舰长，船头有3个人，好像在求救。不过是伪装而已，把那3个人全部毙了。是。报告长官，有2艘快艇靠近，监控视野消失，上面有人登船。那还不快去把他们解决掉！现在计策没用了，直接开船撞过去。你们火力掩护，我们人手不少，主动进攻才有赢的机会。是，长官。就这点火力，也妄图对我火力压制，想屁吃呢！小艾，打开高射机枪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火力压制。是，舰长。这是什么火力？这是战舰吗？裴长官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
对方竟然是战舰，他们火力太强大了。兄弟们，要不然我们投降吧。舰长命令，一个不留。我投降！我投降！别杀我！跪地求饶也没用，死吧！舰长，海警船已经彻底清理，无安全隐患。舰长，我们在海警船的货舱发现大批特种钢材和城乡军械。钢材，走去看看。还真是缺什么来什么，有了这些就可以着手升级诺亚方舟2级了。你们用合金锁链把海警船和诺亚方舟连接起来，我让小艾接入管理。是。以后物资会越来越多，诺亚方舟仓库再大也放不下。这艘海警船万吨级别，可以改造成物资船，专门存储物资。老陆啊，特种钢材已经就位，你的微型反应堆设计如何？舰长，设计已完成，我参与过相关秘密项目，这是改良后的船用简易微型核反应堆，满足运作要求。很好，按此设计，尽快建造。是，我保证1个月内交出原型机。动力锅炉、蒸汽轮机也要同步进行。明白。海水加速退去了，温度越来越低，全球冰封就要来了，必须在大退潮结束前返回大海。海东岛将是我的新基地。小艾，报告当前位置。舰长，我们在杨市附近，距离近海约1100公里。好，全速前进，目标海东岛，那里是最理想的基地选址。全速前进需3天抵达。3天够了。舰长，前方入海口被封冻了。小艾，舰炮瞄准冰层，炸开它。是，舰长。成功了，我们进入近海了。小艾，航向海东岛深水港。是。冰冻已至，极寒时代来临。舰长，前方到达海东岛，前往海门国际深水港。是。以后这里将崛起我的陆上基地，末日之中，我必将开创未来。小艾，把诺亚方舟停到港口码头，夜郎和红鸾带人在船上警戒，黑狼和收割者小队下去探查情况，确保周边安全。是，舰长。极寒时代来临，接下来要加快速度建造陆上基地了。半圆形，规模覆盖方圆5公里，以科研和生物区为中心，核心是微型裂变反应堆，工程量太大，要分为5期工程逐步实现，而且人手不够，得先购置工程兵。系统打开商城军火区。1队40人，需要4000生存点，现在还有11000生存点。系统确认购买1队工程兵。丁，购买成功，扣除4000生存点，当前生存点7000点。舰长好，队长出列。队长联回报道，舰长请指示。这是基地建造方案，你的任务是尽快将基地建设起来。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舰长，诺亚方舟已停靠完毕，特战小队报告，5公里内没有发现危险。好，通知所有人全部换上防寒服，在外面集合。地势开阔，易守难攻，靠近海岸，方便诺亚方舟火力支援和物资补给。在此间接最佳选择。打工人1号向所有人传输基地建造图纸。好的，舰长。大家仔细查看建设方案，主要分为5个部分：地下储备库、地下住宅区、科研基地、防御设备、地下种植养殖区。舰长，这么大，占地25平方公里，不错，这是总体规划，我们分5期完成。第1期集中力量建设地下住所和物资存储库，黑狼小队和收割者小队负责警戒，工程兵负责建设，7人协助配合。我要在1个月内完成基地1期工程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舰长，正北方向警戒点发现可疑目标，队员报告好像是一头牛。牛？让他们继续盯着，你们把步战车开出来，跟我去看看。工程兵按计划开工。是。前方发现可疑目标，他就在墙壁后面。开炮，轰开那堵墙，其他车辆准备射击。是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很可能和怪鱼一样是变异物种。小心，是大批的长毛怪物！立刻开枪，开炮！全员换上石化服，靠过去，带一具尸体回去研究，注意对头部补枪。是，好大的家伙，起码500公斤，裹尸带不够大，要使用防雨布才行。舰长，剩下的尸体怎么处理？就地焚毁。
海东岛并非绝对安全，必须加快防御圈建设。走，回去。舰长，怪物体内含有 Z 病毒。就是说，海东岛也有已经被 Z 病毒感染的变异生物。对，而且我的研究表明，感染生物具有极强攻击性，特别是攻击未感染生物。这可能是 Z 病毒为了传播、延续、发展的特性。传播途径很可能是体液，如血液、唾液、空气和海水无法长时间存活。海水无法传播，那些鲤鱼是如何感染？可能是吞食了海水中未失活的带毒血液，或在病毒存活的10数秒内进入体内。继续加强研究，尽快找到解决办法。是，定不负舰长所望。舰长，陆上基地防御圈的监控系统已经部署完毕，与小爱智能连接，实现24小时立体监控。自动火力堡垒，包括火炮、自行机枪等，也已经部署完毕，配备独立智能锁敌系统，可平射、可防空，火力交叉网，连苍蝇都飞不进。基地17工程大概再有10天左右就能完成，用不到30天。但是我们的燃料储备不多了，柴油仅剩不到600吨了，每天消耗30多吨，最多只能用20天了。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啊！兵哥，要不我带人去寻找柴油吧？这东西是必需品，就算微型核裂变反应堆造得出来，工程机械还有各个车辆都得用柴油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物资肯定要找，不过没做好准备，贸然出去的话恐怕有危险。等核反应堆建成后，再把房车改造成真正的指挥车，到时候再去寻找物资。是。到时候不只要找柴油，电线、电缆也不太够。基地要继续建设的话，少不了用电线。这东西虽然制造中间难造，但制造很慢，而且缺大量制造电解新的材料，钢铁也缺，水泥也缺。一旦升级船体之后，直接消耗2万吨合金钢材，到时候钢材就没多少。这些都是面临的问题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。舰长，基地17工程主体顺利完工，这里就是地下存储库，分为5个大型仓库。这是1号仓库，规划为粮食储备，分为冷冻、干燥、常温、冷鲜等区域。这是2号仓库，规划存放工程机械和零部件。这是3号仓库，规划存放棉被、衣物等日用品。这是4号仓库，规划存放油料、钢铁等物资。这是5号仓库，距离较远，规划为军火弹药库。这5个仓库，每个仓库都是高30米、长300米，容量远超1万吨货船。有了这么大的储存库，物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。舰长，再往前面就是住宅区，分为5个空间。第一个空间提供给外围人员，包括50个单间配套、中央厨房、活动区等。第二个空间给科研人员、特战队员和工程兵筹备健身房、篮球场、娱乐区等。第3个空间是您的专属5层别墅设计，功能齐全，临近卫队女特战队员住宅区。老雷干得漂亮，完全达到了预期。多谢舰长夸赞。基地雏形已成，防御圈、储存库、住宅区都已就位，接下来就是解决核心的能源问题了。这就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，有了它，就能节省海量生存点，完成诺亚方舟的核动力升级。终于搞定了，舰长，不负您所望，这台半成品的反应堆成功制成。做得不错，把这个大家伙运到诺亚方舟制造中心。是，舰长。系统，我要升级船体。丁，升级船体需要5000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接下来升级核动力。丁，升级核动力系统需要7000生存点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升级。确认升级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核动力系统升级成功。微型核裂变反应堆20万千瓦级，每小时发电量10万千瓦时，每日净发电200到300万度。4台蒸汽轮机，10万匹马力，最大航速50节，巡航速度35节。核反应堆成功运转，无限续航，电力无忧，燃油可以更多的供给给车辆器械了。升级任务总体进度35%，船体升级，船体已完成，推进装置全舰全电力推进系统未完成，核反应堆已完成，辅助装置船舶核能电站已完成，蒸汽锅炉已完成，供电系统已完成，西装生活区未完成，导弹垂发系统未完成，扩大仓库未完成，系统装置智能控制中心未完成，安防系统未完成。下一个关键点，全舰全电力推进系统可以更稳定、更快捷的利用能源。
红罗安带人搭建电路，把诺亚方舟的电导出来，启用电热锅炉，关掉柴油机。收到。老陆，再做一个半成品的原型机出来，新的核裂变反应堆往大了做，用于基地供电。收到，不过需要时间，估计3个月，而且制造材料不够了，有些特殊合金零部件缺货。你先坐着，物资我带队出去寻找。是。古狼，你去把房车开出来，跟胡教授一起按方案改造，再把步战车和其余越野车全都检修好。舰长，我们是要出去吗？对，后方基地基本稳定，改造完车辆就出发寻找物资，还要改装一辆卡车，装载储备资源。这趟出去可能要一段时间。是，舰长，我立即去安排。哥哥，我好饿。小希，你吃吧，但要小声一点。小子，你是不是私藏有食物？快把食物交出来！我要举报！怎么回事？我要举报这小子私藏食物！你小子出来！哥哥，还有多久到海东岛？船长，应该只要半天时间。到了海东岛，立即让他们去搜索物资，养了他们一路，该让他们出点力。那出血了吗？但只要妹妹在，我就必须活下去。喊到名字的排好队出来，船长要训话：黄永光、李明浩、常青、程曦、周福。哥，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哥，我们好像靠岸了。是啊，靠岸了，不知道有没有食物。等下船停稳，你们这批人先下去搜寻物资，只要是吃的都给我拿回来，不许私藏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天黑之前必须回来，都听明白没有？是，大队长。那里像宿舍楼，会不会有食物？哥，那3具尸体好像还会动。这太诡异了！小心后面！跑！宋教授，有什么事？舰长，我对长毛怪物进行全面研究，得出一个惊人的事实：这怪物确实是一头牛，但却是一头牛的尸体。尸体？你是说这个长毛怪物本来就是一具尸体？对。怪物身躯存在腐坏 ，Z 病毒浓度极高，已入侵神经中枢。也就是说，牛已经死了。现在控制这具行尸走肉的是 Z 病毒本身。这种病毒不满足于寄生尸体，它在不断寻找新的活物宿主。有解决对策吗？有2种方法：一是找到抗体，制备抗体血清，可免疫3个月；二是研制灭活疫苗，效果更好，但需要 P4级实验室和大量临床试验。人，我尽快给你找来；设备，我去搜寻，不惜一切代价。2种方法都要实现。是，舰长。哥哥，我们这个方向不是回船上的方向呀！不能回去了，那种怪物像丧尸，回去可能也是一死。被感染的人回去会传染，而且我们找不到食物，只会变成船长的肉干。我听哥哥的。舰长好，古狼都准备好没有？全部准备完毕，自制军粮、干粮、腊肉，足够3个月，弹药充足，药品齐备，可应对任何情况。请我命令，全体上车，出发。是。海东岛3万多平方公里，城市集中在东北，沿着这条火影大动脉直插城市群。舰长，前方30公里，接近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。好，先去服务区看看。所有车辆前方在这里，有服务区，先去看看。孤狼收到，猎鹰收到。李英，你带人去把加油站地库打开。是。舰长，我找到油库入口了，里面还有很多汽油和柴油。果然有戏，走，过去看看。50立方米相当于40吨油料，90号、92号、95号、97号、98号汽油、柴油最多，足足5个大罐，好多油！舰长，我们碰上大型加油站了。把这座加油站标记一下，然后把入口封起来，回头让人过来拉油。是。地下结构完好，大海啸也没破坏它。
密闭环境，生物无法存活，正好保护了这些宝贵资源，可以一路标记加油站，这些都是未来的能源命脉。时间不早了，车队驶入海市，按计划寻找落脚点，明天一早搜寻物资。是。妹妹，坚持一下，哥哥很快就得给你找到吃的。没变质还能吃，小希，醒醒，哥哥给你找到吃的了。哥，我们是不是死了？瞎说什么？有哥哥在，不会有事的。什么声音？妹妹，你在这里先别动，我去看看。丧尸怪物！妹妹，快走！哥，我的脚好痛。没事的，我帮你包扎。没有消毒，肯定会感染，但现在毫无办法。哥哥，我们会不会被活活困死在这里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就吃我的肉，等外面没动静了再出去。不要，哥哥，你的肉太臭了。完了，没药顶不住了。别他娘的装死，快起来干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啊，想偷懒？下面怎么回事？好像乱起来了。这里视野开阔，易守难攻。虎狼，放无人机侦察四周。是。舰长，山坡下有光线在闪烁，像是手电，可能有活人。先不驻扎，我去看看，排除一切安全风险。是。舰长，光线就在里面。车辆进不去，打开所有前光探照灯。李英、孤狼，你们带人进去探索，找出光源，工程并建立通讯中继，确保信号通畅。是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手电筒，里面有活人。继续搜索，注意其他怪物。是。继续前进。完了，没药顶不住了。天兵，他救了。你们两个举起双手。安全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们是从货船上逃出来的。15岁的孩子带着生病的妹妹。在极寒末日走这么远，毅力惊人。舰长，发现2名幸存者是一对兄妹，从一艘有问题的货船逃出。舰长命令带他们回去，问清货船信息。你们会杀了我吗？小心，有丧尸怪物！用手雷炸电梯！我的乖乖，丧尸窝，快走吧！这是安全威胁，必须清理干净。来人呐！上火箭筒！火箭筒！我操，真是火箭筒！这是什么神仙配置？开炮！扔燃烧弹！搞定，安全威胁消除，我们走。这支队伍好强！我的天，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别傻愣着了，快点走！舰长，人带来了。你兄妹俩的故事我大致都知道了，不过我想了解的是关于你们货船的详细事情。是舰长，货船的船长叫大猜，有上百名手下，全部武装 AK-47。那猜 AK-47听起来像是东南那边的悍匪，一群散兵游勇，不足为惧。有机会的话就一锅端了。妹妹，她好像发烧了。求求你救我妹妹一命，我愿意给您做牛做马，给您卖命。老万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是被那些丧尸怪物抓伤了。多久了？大概有5个小时。什么？5个小时？期间他的状态都是这么清醒的吗？是的。被丧尸抓伤，感染了 Z 病毒，竟然能保持清醒5个小时，还出现了发烧这种免疫反应。按老孙的誓言，他体质这么瘦弱，免疫系统早就该被攻陷了才对。难道他体内产生了抗体？让所有人穿上防护服，立刻把急救器械拿出来。还有，
把松教授的实验药剂也拿出来，给他进行病毒检测。院长，他体内确实有 Z 病毒。身体情况怎么样？正常，心率正常，呼吸正常，除了体温升高外，没有其他特殊反应。他的体内很有可能已经产生了抗体，这是我们已知的第一例对 Z 病毒产生抗体的人。舰长，我建议立即对他展开医学观察，并且对他不同阶段的血液进行采样，到时候可以拿回去给松教授研究。对，医学观察还要每天检查身体变化，得到越多的身体数据对我们越有用。好，就按照最严格的医学观察进行，然后尽量把他的身体养得好一点，别让营养不良导致其他疾病发生。是，舰长。病人醒了，长溪小妹妹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就是感觉有点累。那就好，我们给你全面检查过，身体没问题，就是有点虚弱。不过你感染了 Z 病毒，这段时间你要隔离观察。报告，越野车后座已经改好，可以转移了。好，现在转移。他已经感染了 Z 病毒，你没有防护服，不要靠近。回头你也要做检测。什么病毒？那我妹妹不会有事吧？现在没事，但还需要观察。妹妹你放心，安心养病，没事的。好香啊！好了，吃吧。太好吃了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姐姐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竟然为我拿出这么美味的饭菜，这种饭菜肯定很珍贵吧？其实我们平常也不经常吃这种自热军粮。也是，这么珍贵的饭菜，要换成我也不太舍得吃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们平常都自己炒菜吃，新鲜一点。啥？自己炒菜？好啦，你吃完之后早点休息吧。你现在身体还虚弱，而且打了针，你明天才能洗澡了。这里还有水洗澡？条件虽然简陋一点，但该有的都有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先吃饭吧。有什么事情你用对讲机联系我。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别看了，我们安排人专门照顾他，过来吃早饭吧。是，谢谢猎鹰大哥。这真的只是早餐？这太奢华了吧！别傻愣着，吃什么自己拿。这里还有牛肉面和海鲜粥，早上要吃好吃饱。中午不停车的话，可能还得吃这些东西，晚上才会换晚餐。什么？还有牛肉和海鲜粥？大惊小怪。这生活是神仙过的吧？难道我以前跟他们生活的不是同一个世界？末日里竟然有新鲜绿色蔬菜，怎么做到的？早点吃完，去洗个澡，换一身衣服。看你浑身脏兮兮的，估计1-2个月都没洗澡吧？那酸爽！洗澡？你有什么事？舰长，您对我有大恩，我长请以后这条命就是您的，请让我为您效劳吧。我力气不大，但我会誓死效忠您。什么情况？不就过了一晚上吗？这小子都经历了啥？起来吧，我这里不收新人，你想要留在这里，就必须贡献自己的价值，不管是做什么工作。多谢舰长大人。你先跟猎鹰队长吧，他会训练你。是，舰长大人，队长好。你叫我队长？是啊，您以后就是我的队长。舰长刚跟我说了，让我以后跟着您学习。跟着我，有你小子苦头吃的。队长，我不怕吃苦。行，你先去把外面的物资搬进来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是，队长。目标海东炼钢厂，途中还有合金钢材研究院，顺路去看看，会有研究设备和稀有金属。先前往合金钢材研究院。收到。老大，这些变种怪物的尸体怎么处理？烧了，都烧了！他奶奶的！好的，老大。来人呐，把尸体都烧了。老大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食物不够了，进城寻找食物。走，出发！那车，你看紧点，谁他娘要是敢偷溜，老子第一个毙了他！大哥，里面建筑还挺完好，应该有点吃的。进去看看。你带人去搜粮食。是，老大。老大，前面有人，他好像拿有粮食。是船上逃走的那个幸存者小子，看样子收获不少啊！都是我的。走，过去抢他的。前面那小子站住，把食物统统交出来。那才敢来打劫，真是厕所里点到，找屎啊！你他娘的还敢跑！老大，怎么了？
不继续追了？我总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，感觉四周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。老大，我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劲了。你看，这雪地上有车痕呐。什么情况？我们闯入军营了！这是步战车！老大，咱们这次好像踢到铁板，不是钢板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撤吧！撤！赶紧撤！竟然没有开炮，难道里面有什么蹊跷？老大，后面有埋伏！你们不是要抢劫吗？哎呀，早知道有步战车，给我10个胆子也不敢抢啊！所有人听着，放下你们的武器，主动投降。没武器的，给我举起双手，趴在地上。谁要是做什么小动作，就地击毙。老子是纵横东南亚的武装悍匪，只有我俘虏别人，绝不可能被别人俘虏。就算死，也不可能！分头撤，分开撤退！开枪，全杀了！跑的人一个不留。哼，就这点实力，不自量力！来人，上火箭筒！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有步战车和火箭筒！逃出来了，只要不死，我迟早能报仇。想跑？把火箭筒给我！舰长，你要亲自动手？试试火箭筒是啥感觉？走你！果然，男人最喜欢的还是火力，大炮真他娘的爽！走，去打扫战场。报告舰长，人数清点完毕，总共歼敌30人，收获步枪18支，手枪5支，俘虏45个幸存者。做得不错。这些可都是宝贵的劳动力，基地建设正缺人手，把铁链、脚铐都拿来，给他们全部带上。是，舰长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身份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诺亚方舟舰队的一员。在这里只有2个要求：忠诚和服从。不忠诚者、不服从命令者、偷奸耍滑者，一律枪毙。作为回报，你们可以获得食物和住所，但必须付出劳动。都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让他们去洗个澡，都洗干净点，这味道谁受得了？是。舰长说了，你们如果有什么一技之长，可以适当提高待遇。如果是科学家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们里面有没有科学家？我算不上科学家，但我是核物理工程师。末日之前，在核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员，算不算？核物理研究的人才，难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出列回话。回长官，我叫曾泰，毕业于华北大学物理系，研究生导师、副教授，核物理实验室研究员。很好，是个人才。不过你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经过考验，如果合适，有机会进入老陆的物理实验室。老陆长官，您是说陆启明、陆老吗？怎么，你认识老陆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我们还一起合作过项目。后来我主要做项目的应用研究，跑的是全国各处秘密核心基地，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秘密核心基地，对，不过都在大陆腹地，现在全球极寒，没有破冰船，很难前往。这个后边你跟舰长细说，要都是真的，你以后待遇可以跟我们一样。感谢长官。长官，我叫蒙多，是国家1级建造师，统筹过8个国家级建筑项目，这个算不算？你长官，我虽然长得这个模样，不过真的是建造师。回头经过考核再说。
主要看你的施工统筹经验。是，全听长官吩咐。行了，看你们很多天没吃东西了，先去吃饭。长青，带他们去领食物。是，队长。食物，好多食物！这些人到底都经历了些啥？舰长，俘虏的45名幸存者已初步甄别，发现一名核物理研究员曾泰，一名自称国家1级建造师的蒙多。不错，核物理研究员正是我们急需的人才。那个建造师考察后若属实，也能派上大用场。舰长，其余的人怎么安排？先让他们吃饱，恢复体力，然后由你和孤狼带队押送回基地，交给雷辉，编入工程队，参与基地2期建设。是。研究院搜索的怎么样？发现了一些研究设备和少量稀有金属样本，已打包完毕。食物储备不多，但找到一些耐储存的科研用补给品。好，休整一晚，明天一早目标海东炼钢厂。希望炼钢厂还有保存完好的设备和钢材。基地建设和诺亚方舟升级都需要海量资源。舰长，所有车辆检查完毕，物资也已经装载完毕。俘虏队伍整合完毕，给他们分发了基本口粮和饮水，确保路途体力，随时可以跟随车队出发。按计划前往海东炼钢厂。出发后，你们2队负责前后警戒，确保车队和俘虏队伍安全。是。报告舰长，我们已经看到炼钢厂，缓慢前进，开往炼钢厂仓库方向，警戒四周，防止丧尸出没。是。舰长，前面有煤堆挡住了去路，需要先行清理才可通行。尽快清理，但要注意安全，让孤狼驾驶步战车在旁边警戒。先不要过去清理，有情况全员做好战斗准备。切换红外热感监控画面。C 病毒活跃，全面唤醒尸体。变异 ，C 病毒在适应环境，进化出变异基因，增强攻击性。恐怕不久后会有大浩劫，丧尸很可能集体出动。他们只有简单的动物意识。等他们聚集起来再开火。开火！擒贼先擒王，高射击炮对准那个红色丧尸，先给他解决了。收到。压出去，清扫所有丧尸，火箭筒和机枪火力掩护。收到。乌兰和猎鹰带人做最后的补强和烧尸工作，彻底防止死灰复燃。火焰能有效杀死贼病毒，回去要造一批火焰喷射器，这才是对付丧尸的大杀器。舰长，障碍已经全部清除，可以开进炼钢厂。出发！炸开仓库门！舰长，仓库内安全。这么多钢材，恐怕是正准备拉去码头交货的呀。海东炼钢厂 EH1500，这堆钢材竟然是 EH 级别高合金强度钢材，
这种 EH1500钢号，屈服强度达8000兆帕，接近航母钢材，高端韧性，耐高低温。极地破冰船船首和船身包甲就用这个，这整个仓库就是一座宝藏。这次真的要发了。舰长，这些钢材都是顶好的东西，对我们升级诺亚方舟建设基地至关重要，全部运回去，1块都不能少。是。北英，你带2个人去清点一下10个大型仓库的钢材储备量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打工人1号，估算一下这个仓库钢材储量。按占地面积估算，这个仓库可容纳10万吨钢材，当前钢材为6万吨。6万吨高级别钢材，几乎可以造一座小型航母了。舰长，清点过了，有7个仓库满仓，还有2个仓库存放的是各种金属加工原料，其中有2个仓库和这种钢号一样，加上这个仓库，总共3个仓库。3个仓库，看来末日之前是准备出货的，没想到被我们截胡了。近20万吨的高级钢材，发达了！北英，准备一下，明天就返程，把这些钢材全部搬回去。是。虎狼，你们小队通过货运车把物资先装到那艘海警船改造的货船上，工程兵负责驾驶，通过海运运回基地。是，舰长。海运1天就能回到基地，我们走陆路，边走边搜寻。是。北飞，到。舰长，你带人开上吊车、叉车、大型板车，立刻出发去海都码头，把钢材全部拉回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等高强度钢材全部到位，就能升级诺亚方舟的破冰船甲。有了破冰船甲，就能开回内陆河。天哪，这里竟然还在搞建设！那艘船的造型好先进。这里是我们的基地，基地发展需要大量人手，你们也要参与建设。是，舰长。从现在起，你们编为民兵队，队长由蒙多担任。你们当前的任务，一是协助工程兵建设基地，二是负责运输外部资源点的物资回基地。具体任务等雷辉队长回来对接。蒙多，你负责分配。是，舰长。舰长，我想成为一名特种兵。可以，那你以后正式加入收割者小队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多谢舰长。曾泰，你去科研游轮，加入老陆的物理实验室。是，舰长。李英，你带长须去一下生物实验室，让老松研究一下他体内的抗体。是。其他人先带去地下生活区安顿。小艾，现在核反应堆使用率多少？舰长，目前只有1%的使用率。整个基地用电才1%，核电是真顶。而且基地旁再建新的反应堆，等启用后就不用诺亚方舟供电了，但就需要更多守卫的力量来守卫基地。系统，打开商城军火区。既然是守卫力量，就需要综合能力强的特战力。狼牙特战队就他了。狼牙特战队可执行突击作战任务的特种部队，编制120人，购置需4500生存点。地点确认是否购买？确认。狼牙特战队队长陈勇向舰长报道。陈勇，以后你们的任务主要就是负责基地守护和物资运输护送，尽快拟定计划向我汇报。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守卫的事情已经解决，现在就等钢材运回，升级破冰船甲。舰长，我的计划是设置2队日常巡逻，1队10人，配重火力加1辆铺展车。可以。等基地指导中心建成，给你们全部配电动巡逻车，提高效率。物资运输方面可以分成10队，每队同样10人，其中8个队全程护送，2个队作为机动支援。等雷辉回来，让他铺设电路和无线电，方便联络。就按照你的防务计划执行吧。是，舰长。报告舰长，任务顺利完成，所有钢材已经全部运回。好，去看看。系统，我要升级诺亚方舟船甲为破冰船甲。
检测到宿主自备材料，升级破冰船甲，共需要500生存点。确认升级。有了这身甲，内陆河流冰封也无惧了。店长，有不明生物闯入防御圈。生物？怎么回事？店长，有一群老鼠闯入防御圈。老鼠？小爱，立刻调出监控画面。狂鼠之灾就要来临了吗？立刻通知孤狼和猎鹰，让他们过来。是，舰长。防御圈出现丧尸怪物，你们带着人开上2辆步战车，一辆装甲越野，跟我一起去现场查看。舰长，是什么丧尸怪物？人形丧尸？是老鼠，与人类丧尸不同，老鼠是群体动物，一旦爆发，数量绝对不少。是，我们这就去准备。舰长，前方发现大老鼠，数量不少，他们正往这边来，立刻开枪射击。舰长，前方的大老鼠已被消灭，把一具大老鼠尸体带回去，注意防护。是，舰长。先返回基地。舰长，让您久等了。这是变异老鼠，你看看是否感染了 Z 病毒。是，我这就鉴别。果然是感染了 Z 病毒，可能不只是感染 Z 病毒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老鼠的体型变化太大了。之前发现的 Z 病毒感染体，不管是牛还是人类尸体，体型从未变得如此巨大，这已经是正常老鼠的数10倍了。这意味着 Z 病毒在老鼠体内可能发生了变异，只要摄入足够蛋白质，就能让体型巨化。Z 病毒变异？对，和人类中出现的变异体一样，病毒在特定群体中发生了变异，导致某些方面进化。任何生物都以生存为第一需求，病毒也不例外。它们为生存下去，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恐怖。这种大老鼠的出现，很可能意味着鼠灾。它们是群居杂食动物，身体巨化后，食物需求会急剧增大。若基地周围出现此情况，我们必须尽快做好防范。狂鼠之灾真的要来了！立即启动基地1级预警，全力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鼠灾。另外，通知所有小队的队长到诺亚方舟控制中心开会。是。这次启动1级预警，是因为我们即将面临变异鼠灾。这是一种感染了 Z 病毒的变异老鼠，体型硕大，攻击力极强，而且根据松教授推测，老鼠数量绝对不会少，甚至随时可能爆发鼠潮。我们必须全力应对，做好万全准备。请舰长指示。现在听我命令，民兵队把地下仓库的弹药都搬出来，然后给防御圈的机枪换上背弹夹。是，舰长。工兵队和狼牙特战队在防御区范围内建设防御工事，挖掘壕沟。老鼠体型变大，跳跃力下降，壕沟可延缓他们的进攻。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黑狼小队收割者小队骑车巡逻警戒，防止老鼠袭击施工队伍。是，舰长。这只是第1阶段准备，大家尽快完成，后面还有任务。是，舰长。你们立即去仓库，按我的设计方案准备电网材料及金属钢材，送往制造中心，按方案制造，同时做好后勤保障。是。老陆，你的电网研究情况怎么样？舰长，已经研究出来了，正在设计电网方案。您看，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特殊电网材料——合金钨丝，具有极佳的耐热性、抗断性和延展韧性，最高可释放2万伏电压。2米范围内若有生物靠近，会产生电弧效应，把来袭者电成焦炭。若加上围墙，就是最好的地面防御。很好，立刻开始制造安装。围墙来不及了，先装电网，度过鼠灾再说。是，舰长。陆教授在忙呢，燃烧弹材质研究的怎么样？舰长大人，新材料我已经做好，这就是燃烧弹的核心材料——铝热剂，再加上稠化汽油，就可制造出凝固汽油弹，瞬间燃烧温度至少达到3000度。若在外圈加入黄磷，威力倍增，沾上一点儿就很难扑灭。很好，立刻让制造中心组织筹划设备，我会给你调派人手，配合你制造出凝固汽油弹，务必尽快完成。是，舰长。
保证完成任务。1天之内3条壕沟，终于要完成了。陈队长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能完成任务就行。报告队长，前方有老鼠出没。陈队长，这事交给我，不能耽误你们任务。好，看你的了。开枪！停止射击，危机解除。哼，还不死心！队长，我感觉这些老鼠蠢蠢欲动，像是试探，他们好像盯上码头了。而且他们似乎有一定的组织能力。难道是 Z 病毒感染群体中出现了变异病毒 BOSS？ 松教授提过，感染病毒的同种群有特殊生物信号联系。把情况汇报给舰长，通知孤狼加大巡逻力度，防御工事完成前，绝不能让老鼠骚扰施工。是，队长。小艾，接入无人机系统，24小时轮换高空监控。是，舰长。荒鼠之灾来了，小艾，镜头拉近些。好的，舰长。他们在地下打洞，难道会从地下发起进攻？真有，鼠潮已经出现，他们在地底，尽快把声波探测仪埋入地下，把他们逼出地面。收到，我这就让人埋下去。天黑之后，很可能是他们发起进攻的时机，加大巡查力度。是，舰长。荒鼠之灾爆发了，所有人注意，鼠潮来了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收到。所有人准备战斗。鼠潮距离防御圈还有1000米、800米、500米，进入最优射击距离。给我打！速射模式，开炮！变异老鼠的指挥者 ，C 病毒种群组织性的体现。小心，老鼠开始挖地道了，启动声波攻击。舰长，燃烧弹和火焰喷射器来了。好，给我烧！第二波装填，发射！有此利器，变异老鼠可全部烧死。报告舰长，后面的鼠潮正在退走。现在想退，晚了。禁卫队带上凝固汽油弹和火焰喷射交追机，务必斩草除根。孤狼、背鹰，你们打头阵，先追过去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舰长，前方发现鼠群踪迹，立刻开炮，一定要把那只红色变异老鼠干掉。有智慧了，更留不得，用火焰喷射枪杀过去。继续追击，绝不能放过他。斩草除根，一直都不许放跑。别用火，用子弹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研究。是，舰长。黄鼠之灾在强大火力面前全是渣渣。北鹰，穿上防护服，把那只红色老鼠装起来，带回来给松教授研究。是，舰长。高温烈焰能杀死 C 病毒，把周围变异老鼠尸体全部烧掉。是。舰长，狂鼠之灾已经被彻底扑灭，红色鼠王的尸体已经送到松教授的实验室研究。长袭体内的抗体，松教授也已经成功分离。第一批试验性疫苗已经开始在基地内部分发接种。C 病毒的阴霾总算是被撕开一道缺口了。舰长，根据打工人1号的全球扫描数据分析，海水已全部退回原大洋航线，超过60%的陆地重新露出，部分地区检测到微弱的生命信号，但十分微弱。预料之中，在末世能存活已是奇迹。
舰长，好消息！诺亚方舟2级的全电力推进系统以及导弹垂发系统已经完成最后调试，随时可以启动最终升级。舰长，针对 Z 病毒的通用型灭活疫苗，在进行了3轮动物实验后，成功率已达92%。我有信心，在1年内让基地内所有人获得免疫。好，辛苦了。 诸位，我们扛过了小行星撞击，顶住了大海啸，熬过了极寒冰封，战胜了丧尸与狂鼠。如今，我们拥有生存的堡垒、强大的方舟、先进的科技、对抗病毒的疫苗。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要活下去，更要净化被污染的土地，重建人类的火种。下一站，方舟破冰，重回内陆。 这是5之10霹雳火直升机，也是主力武装直升机。主人，该机型为最新改进型，机长14.1米，机高3.84米，最大起飞重量6000公斤，可携带1500公斤炸药，包括火箭弹与反坦克导弹。舰长，咱们这次真的发了！拥有这款直升机，就有了强大的制空能力，任何变异怪物都能在空中扑杀。而且诺亚方舟升级了船身，有直升机机舱和停机平台，正好能搭载这款直升机。李英，带人把其他机库全部打开。是。 长兴，你立即开车回基地，通知陈友带板车过来。是，舰长。舰长，那边还有地下设施。地下设施，说不定还有好东西。带人把门炸开。是。舰长，下面有大家伙。走，下去看看。啊，这是威士22轮式装甲运兵车 ，VP22轮式装甲运兵车，柴油发动机，433马力，液力自动变速器，全域高机动，可防御12.7毫米子弹，搭载2+16人。舰长，这车稍微改装就是移动堡垒啊！8辆，整整8辆，赚大发了！看看后面还有什么。 920突击步枪，上箱100支，子弹满满1箱弹药。 手雷，爆破手雷！这是军火库啊！主人，仓库内共有500个统一规格箱子，初步判断为枪械、弹药、爆破装备。发财了，这次真的发财了！顾冷，找仓库的独立发电系统，这里应该有柴油发电机。是。舰长，找到发电机，油料充足，立即启动发电。 主人，此处因为装卸平台，仓库结构完整，无渗水损坏。武装直升机、装甲运兵车、海量军火，这个军事基地将是诺亚方舟舰队腾飞的基石。海东岛清除计划也可以全面启动，清点所有物资，准备运输回基地。我们的力量即将再上一个台阶。是，舰长。如果没有导弹，升级发射系统需要25000生存点；如果没有直升机，升级机舱需要13000点。 现在物资齐全，升级费用大大降低。系统，我要升级导弹发射系统。丁，升级导弹发射系统需700生存点，是否确认升级？确认升级。2个26连装，那就是总共52个防空导弹发射单元，总共52个防空导弹单元交替发射。 火力连绵不断，现在诺亚方舟已化身为火力强大的万吨驱逐舰，吨位和火力都比055更强，这才是真正的火力怪兽。舰长，前面海上有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把你截成这样。刚刚有兄弟巡逻，发现海面飘着一艘船，但下一秒，那艘船好像被拖进了海里，再出现时只剩下一堆废墟。这是拍下的画面。 这艘船好像是被某种庞大力量往下拽，难道是有什么海底怪物？立即扩大海底声呐监测范围，从码头基地往外10公里内全部部署水底声呐，加强海面监控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操，船搁浅了，发动机也坏了，真他娘倒霉！骆驼，怎么回事？辉哥，传说的暗礁，发动机坏了。把消息告诉其他人，前面就是海东岛，船上的食物已经不多了，我们必须上岸。现在这艘船的发动机坏了，食物也所剩不多。我建议上岸寻找食物，在海东岛建立一个新的生存基地。哈，我没意见。人类在末日里就该互相扶持，才能生存下去。
既然都同意，那就准备下水。能不能游到岸边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生死有命，怨不得谁。我不要讲，你放我！小心后面！怎么回事？有怪物！什么怪物？是一大坨黑影，我看不清楚，但非常大。他娘的，真有怪物！快用枪拦！我操！章鱼大怪物！真有怪物，快游啊！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怎么不追了？或许他已经吃饱了。怪物好像是章鱼，可章鱼也没这么大呀。可能是变异怪物。我们在陆地上也见过体型变大的怪物。走吧，此地不能久留。不能待着，找个地方生火，不然没饿死，先冻死了。抗病毒血清做出来了。对，多亏了长溪小姑娘。她感染 Z 病毒后，体内诞生了抗体。我从他体内提取抗体血清，移植到猪身上，再从猪体内获得大量抗体血清。根据观察，抗体有效期大约3个月。3个月已经很不错了，但现在缺少人体使用数据，需要更多人体数据才能制备出更适合人类的血清。这是要做，只要我来想办法。听您的。你先制备30支血清备用，我有一个重要计划需要它。没问题，血清绝对安全，您放心用。清楚计划，目标是将海东岛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，清除一切潜在威胁，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型后勤基地。现在导弹、运兵车、抗体血清都已到位，时机成熟，可以正式启动计划了。3天内，弹药、食物、车辆、药品等后勤物资可以备齐。在保障基地安全的情况下，这次可以出动142人。这3天让工程兵加工无线电中继站和铁丝网等，出去后就沿路先覆盖。中继站可以保持通讯稳定，提高安全性；铁丝网可以防止怪物突击车队，保证运输安全。还有一艘改装的万吨运输船，搭载2架武装直升机，整个海东岛的主要城市都是临海，有运输船跟随。如果遇到重大危险，可以随时呼叫空中支援。不错，2架火力十足的武装直升机，这是最大的安全保障。舰长，这里面有30支抗体血清。如果不小心感染了 Z 病毒，在出现发热反应后3小时内必须注射抗体血清。一旦超过3个小时 ，Z 病毒繁殖数量太大，并且攻击损坏免疫系统的话，再打抗体血清就没用了。知道了，把箱子拿到指挥车上，妥善保管。是。好，所有人上车，出发。是，舰长。这条通道是基地通往海市的主要动脉，必须把它变成安全走廊，沿路拉起防护栏。每20公里建一个无线电中继站，每100公里还要建一个升压变电站，把电力延伸出去。2辆卡车装载的设备只够铺设第1段，得安排后续车辆接力运输。
命令下去，抵达第一个20公里点位后，立即开始铺设防护栏，建立中继站和监控设备。收到。他娘的，终于看到城市了！兄弟姐妹们，胜利就在前方，我们要加把劲儿赶到海市，那里或许会有食物。冰妹子，我这里还有半包咖啡粉，给你吧。滚！臭娘们儿，给脸不要脸！迟早有一天，老子要你在床上求饶！别耽搁了，继续走吧。别太紧张，就是积雪太多，压塌了房子而已。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。我操，是丧尸怪物！走，快走！20公里的第一铺设点到了。工程队开始作业，特战队外围警戒。收到，收到。清楚计划的第一步，就从打通这条生命线开始。海东岛必须完全掌握在手中。老子用手雷把他们都炸成粉碎！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。现在3方人马各持有2颗手雷，这是互相制衡的关键。要是用在丧尸身上，我们就少一枚。我可不想受制于人。好，我听辉哥的。快想想办法，这扇破门顶不了太久。后面。我操，难怪砸不开，这是双层夹胶钢化玻璃。还有手雷，要不然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勾心斗角？骆驼，用手雷。是，辉哥。走。前面好像是一个防空洞，我们过去。快关门！上百头丧尸怪物，这也太可怕了！要是被抓住，绝对会被啃成骨头渣渣。火箭筒，准备！火焰组，上！打工人2号，扫描统计还有多少丧尸？报告出现在监控范围内的丧尸量还有4132。快些！古老，立刻解决这些丧尸，不要耽误了工程时间。收到。陈勇，立即展开清理行动，我要道路周围3公里内没有丧尸的存在。是，舰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现在清理的越干净，这条物资运输路线就越安全。看来我们的运气还不算糟糕，能碰到一个防空洞，这里很安全，比较适合建立基地。我提议在这里成立属于咱们自己的基地。我赞同彭辉的话，咱们是该选一个头出来了，总得有人当家做主，统合力量，要不然根本无法发展基地。逼妹子，你什么意见？
可以。那好，既然我们三方达成一致意见，那就好办了，就跟选班长一样，一人一票，盲投，票数最多的人当选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如果大家投我一票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姐妹，有吃的一起分，有往一口的就有大家一口。跟着我，在末日里活下去。哈哈，那行，那就各自准备一下吧。我这里有笔和空白笔记本，等会儿撕下30张纸分给大家，写好支持的人，然后放到这块石头上。冰妹子，我觉得你当大家的头挺好，如果你想要做的话，我可以投你的票。条件？嘿嘿，条件就是你做我的女人，我们2个联手，肯定能压彭辉一头。到时候基地就是咱们说了算，你看怎么样？滚！再说一句，就杀了你！哼，好，很好。辉哥13票最多，按照约定，以后辉哥就是大家的头了。哼哼，冰妹子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我觉得辉哥比你更适合当这个基地的头，更够义气。臭娘们儿，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，老子迟早玩死你！这条主干已经打通，信号已经连接，接下来该执行清除行动了。对海市的丧尸进行全面清除，确保后续派人来搜集资源，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。是。按照计划，海市有4个主城区，主要先拿下这4个城区海市港口，到时候再通过港口向外辐射周边地区，清除周边城镇危险。再将整个海市大片行政区域纳入安全区域。有了这个港口和这条主干道，海市里的物资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运送回基地。接下来，我给你们安排新任务，就是清除4个主城区的丧尸怪物，可以分为4个队伍进行。通过热感应器，可以轻松找到丧尸怪物，发现一个清理一个，不留后患。是，舰长。陈勇，你的人分配一部分给过狼指挥，你负责秀英区、龙华区，小庄负责琼山区、美兰区，带上移动无线电站和无人机，可以方便随时联系侦察。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那就开始吧。不行了，今天一定要去找点柴火回来，要不然我们迟早被冻死在里面。对，确实要出去找点物资了，柴火、食物、衣服都要。辉哥，你来分配任务吧。好，黑虎，你带人在附近找一下柴火。没问题。冰妹子，你带人去找食物吧。我拒绝。既然你不服从命令，那就请你离开这里。我们走。臭娘们儿，这就是得罪老子的下场，看你们还能活多久！冰姐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晚。就前面。小林，你拆点木头过来，生火。是，冰姐。冰姐，要不我们去荒野吧，在荒野中建立一个避难所，总好过四处流浪强。没有足够粮食的情况下，去荒野只会饿死。起码现在还不能去。冰姐，
你不吃吗？你们吃吧，我还不饿。冰姐，给。上2层，往2层跑！你们先上去，我断后。不，冰姐，我跟你一起断后。走，这是命令。杀出去！该死！走！小沙！冰姐，快走，别管我！没事的，都会没事的。冰姐，帮我，我不想被丧尸咬死。恭喜你，提前解脱。小沙，小沙！没时间伤心，杀出去！糟了，冰姐，看来今天我们都要葬身在这里了。早知道留个手人呢。冰姐，咱们虽然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能同时死，那也不错，至少黄泉路上有个伴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什么队伍？特战连分为3组，突击进去，清理屋内剩余丧尸。报告，屋内所有丧尸清除完毕，安全。报告，平房侧面丧尸清除完毕，安全。报告，平房后面安全，周围一切正常，安全。队长，有5个受伤的幸存者，穿上防护服，小心被感染，把他们接下来。不用大费周章了，
我们已经感染丧尸病毒，可以的话，请帮我们火化尸体。你虽然伤得挺重，但还死不了。我只烧死人，不烧活人。不用浪费药品了，真的。现在药品确实不多，不过车上也有几吨，足够你们用了。你也别担心，他们也死不了。感染了丧尸病毒，还有的救。你的伤比较严重，需要立即缝合伤口，特别是腹部的伤口有点大，要在帐篷里动手术。我们需要先回到舰长那里，给他们使用抗体血清。三炮，你带队人留下，用火焰喷射枪把丧尸尸体全烧了，烧完就走。好嘞，队长。真的很感谢你们，但没用的，感染丧尸病毒的人必死无疑。算你们幸运，我们这里有病毒抗体血清。什么抗体血清？怎么可能？末日条件下还能研发出抗体血清？现在开始给你接种抗体血清，根据研究反映，产生抗体这段过程比较难熬，你要坚持住。来吧，注射抗体后，12个小时内是关键时期，熬过这12个小时后，你就算重新活过来了。谢谢。舰长，病毒反应可能很快就要出现，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密切注意。如果他们神智被病毒破坏，应该立即击毙。就看他们熬不熬得住了。舰长，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抗体血清有效果。太好了，抗体血清有效，在丧尸灾难中就相当于有了一张生存底牌，而且又一支忠诚的力量加入了诺亚方舟舰队。